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是否曾经想过，这个宇宙真的存在绝对的客观事实吗？我们被教导，科学是一切真理的基础，数学是最严谨的语言，物理定律像铁律般不会动摇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宇宙也许根本不存在一个终极、绝对的秩序呢？这是否代表所有我们信奉的法则，无论是牛顿的万有引力，还是灵性界的显化法则，都可能只是片面的真理？我们先从科学史说起。几百年来，科学家相信，只要找到足够的定律，就能完整解释整个宇宙。牛顿提出经典力学时，人类甚至一度以为世界就像一部巨大的钟表，只要知道齿轮如何转动，就能完全预测未来。但后来，爱因斯坦相对论告诉我们，时间与空间不是绝对的。量子力学更进一步颠覆了直觉，粒子的位置与状态在观测前根本不存在确定性。于是问题出现了，如果连科学都不再能保证绝对的客观性，那我们所谓的宇宙真理究竟还能站得住脚吗？今天的主题就要挑战这个问题。如果宇宙本身没有绝对的客观事实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理论、所有法则只是某个角度下的描述？换句话说，宇宙并不是一本已经写好的剧本，而更像是一个开放的舞台，不同的观点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证据。这样的想法听起来或许很激进，但它却与数学界最震撼的一个发现——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不谋而合。哥德尔是一位数学天才，他在1931年用一道数学炸弹彻底改变了人类对真理的想象。他证明了，任何一个足够复杂、能表达算术的系统都不可能同时做到既完整又自洽。换句话说，不管你写下多么严密的规则，总会有某些命题是真的，但你却永远无法用这套规则来证明它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？这就好像我们的宇宙，不管科学提出多少理论，永远会有无法解释的例外。而在灵性层面，不管你相信吸引力法则或因果律，总会遇到某些情境似乎违背了这些法则。所以问题来了，这是否意味着宇宙根本不存在绝对的秩序？还是说，秩序其实存在，只是它永远超越我们能理解与定义的范围？接下来，我们就要深入哥德尔定理，看看它如何影响我们对真理与宇宙法则的认知。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是由奥地利数理逻辑学家库尔特·哥德尔于1931年提出，在一个足够复杂且一致的数学系统中，必然存在无法在系统内证明却为真的命题。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常常被称为20世纪最震撼的数学发现之一。简单来说，他指出，只要一个系统足够强大，可以处理像加法、乘法这样的基本算术，那么这个系统就不可能又完整又自洽。这代表什么？完整，意思是这套规则能涵盖所有真理；自洽，意思是规则之间没有矛盾。哥德尔证明了这两件事，你永远不可能同时达成。也就是说，无论你写下多么严密的数学系统，永远会出现某些命题是真的，但却无法在这套系统内被证明。这听起来很抽象，让我们用一个比喻。想象你写了一本超级完整的宇宙规则书，你把里面所有可能的规则都写进去，从数学公式到物理法则，甚至包括人生成功的秘诀。你可能以为这样一来，世界上所有问题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。但是哥德尔告诉我们，不管你的书写得多么完整，永远会有某些问题你找不到答案。而且更残酷的是，这些问题的答案确实存在，只是这本书永远说不出来。换句话说，真理比任何规则都大。这就像在提醒我们，数学再精密，仍有无法触及的部分；科学再努力，也无法穷尽所有真理。这不代表科学或数学是错的，而是它们本身就有极限。这一点很关键，因为人类往往以为只要找到最终定律，就能完全掌控宇宙。但哥德尔告诉我们，不存在一个能涵盖一切的终极体系。现在，让我们把这个数学发现拉回到宇宙的问题。
如果数学，人类最严谨、最接近绝对的语言都承认不完备性，那么宇宙的所有法则是否也同样无法被完全定义？我们或许看到物理学上的规律，体验到灵性上的显化，但这些法则都可能只是局部有效，就像一本庞大的规则书里的某几章，而不是全貌。这带来一个震撼性的启发：宇宙的秩序或许不是固定的铁律，而是一种永远开放的可能性。在经济学里，有个经典假设，理性人。这个假设认为，人类做每一个决策都是理性计算过利益的。基于这个前提，经济学家建构了一整套市场理论，供需曲线、价格机制、均衡点。听起来很完美，但现实却不断打脸我们。金融泡沫、恐慌性抛售、股市暴涨暴跌，哪里有理性可言？人类的情绪与心理直接推翻了理性人的假设。这正是哥德尔式的悖论，在严密的系统都会遇到自身无法解释的例外。再看政治，人类历史上尝试过各种制度，君主制、专制、民主、社会主义。每一种制度都自称能建立最公平或最有效率的社会，然而没有一个制度能避免漏洞。民主可能沦为民粹，专制可能走向压迫，社会主义可能造成效率低落。制度本身就是不完备的，就像哥德尔说的，在严谨的系统，总会有它无法自我证明的矛盾。心理学同样如此。行为学派认为，人类只是刺激与反应的机器。弗洛伊德则说，潜意识才是驱动人类行为的核心。荣格提出集体潜意识，说我们共享某种更深层的原型。哪一个理论是对的？答案是都对，但也都不完整，因为人类的心灵无法被单一理论完全涵盖。这再次呼应了哥德尔定理，永远有一些真实的状态超越了任何一套理论的描述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科学。科学的梦想一直是找到大统一理论，能同时解释微观的量子世界与宏观的宇宙结构。但至今，这个梦想仍未实现。黑洞的讯息悖论、暗物质与暗能量、量子叠加现象，这些现象像是在提醒我们，科学也有它无法自洽的领域。宇宙就像一个庞大的谜题，无论我们解开多少部分，永远会留下一块拼图缺口。从经济到政治，从心理到科学，我们看到同一个事实：没有任何系统能自称完整。这正是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在人类文明各个领域的投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人类的知识体系都是不完备的，宇宙本身的法则是否也只是局部的有效规则，而不是绝对真理？在下一段，我们就要挑战这个核心问题：宇宙到底有没有绝对的秩序？显化法则、吸引力法则、因果律，这些灵性界常提到的宇宙规则，是否也会被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动摇？如果数学、科学、心理学都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，那么我们经常提到的宇宙法则呢？比如吸引力法则，相信一件事就会把它吸引到现实中；显化法则，一时能创造实相；因果律，种什么因得什么果。这些法则听起来像是宇宙的铁律，但是它们真的没有例外吗？很多人都遇过这样的情境：你努力使用吸引力法则，却没有显化到想要的东西；你行善积德，却依然遭遇困难；或者你看到有人不守规则，却依然获得巨大成功。这些例子是否意味着宇宙法则无效？未必。更深的可能是，这些法则本身就是局部有效，而不是绝对的。就像哥德尔定理所说的，一个系统里总会有无法解释的例外。宇宙法则也许如此，在某些意识层次、某些维度中成立，但在另一个层次却有完全不同的规则在运作。这代表宇宙的秩序并不是像数学公式那样僵硬，而更像是动态的框架。在物质世界，因果律运作得很好，你努力工作就会有相应的回报。
但在量子世界，因果关系似乎变得模糊，观察本身就能改变结果。而在意识世界，显化与吸引力法则才成为主要的运作模式。也就是说，不同的层次拥有不同的秩序。我们误以为有一个宇宙唯一的铁律，其实可能只是在特定维度中有效的局部规则。这让我们对法则的理解彻底改变。宇宙的运作可能更像是一场多层次、多维度的交响乐，每一个维度都有自己的旋律与节奏。物理法则、因果律、吸引力法则彼此之间不一定能用单一逻辑完全统合。这不是矛盾，而是不完备性在宇宙层面的展现。它提醒我们，宇宙的秩序不是被单一规则锁死，而是永远保持开放，能容纳多种可能。所以，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并不是推翻了宇宙法则，而是提醒我们，任何一条法则都不是最终答案。它可能在某些层次成立，在另一个层次却需要更高的理解来补充。真正的秩序，也许就是秩序本身不完备，而这种不完备正好给了我们自由与创造的空间。我们一路谈下来，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矛盾：宇宙似乎充满秩序，却又无法被单一规则完全解释。物理学的定律、经济学的模型、心理学的理论、灵性的法则，它们都能在特定范围内准确运作，但放到更大的尺度时，总会显露出不完备性。这听起来像是混沌，但其实这或许就是宇宙更高层次的秩序。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告诉我们，真理永远大于任何体系。这意味着宇宙为自己保留了一个永远的空白，一个人类与意识可以自由创造的空间。如果宇宙是完全封闭、完全可解释的，那么一切早已注定，没有选择，没有奇迹。但因为宇宙本质上不完备，我们才得以体验自由意志，才有可能透过显化创造新的实相。不完备不是缺陷，而是一种邀请，邀请我们参与宇宙的共同创造。那么，宇宙到底有没有秩序？答案是有，但不是绝对的铁律，而是动态的秩序。就像音乐中的旋律可以随着即兴而变化，但依然保持和谐。在这样的宇宙观下，吸引力法则并没有被推翻，而是被放到更大的背景去理解。因果律也不是唯一的规则，而是和其他层次的法则并存。而显化的可能性正是建立在这个永远未完成的宇宙之上。所以，宇宙最深的秩序，也许就是永远保留未知，永远允许新生。因此，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不仅是数学上的限制，更是一个宇宙的隐喻。它告诉我们，真理无法被封闭，宇宙永远开放。而在这份开放中，我们不只是观察者，更是创造者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